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单幸福家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实用且能立刻改变你居住空间的话题：如何用减法让家变得简单又有品味。在这个资讯爆炸、节奏飞快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忙于生活的各种琐事，而家理应是那个能让我们放松、释放压力的地方。可是，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？回到家时，看到桌上堆积的杂物，还有那挤满柜子的衣物，心情不但没有放松，反而更加焦虑烦躁。其实，家居空间的凌乱，不只是视觉上的杂乱，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。今天，我会带你从一个全新的视角——减法美学，来重新认识整理这件事。这不只是丢东西，而是一种让生活更轻盈、让空间更有质感的生活方式。那么，什么是减法美学？怎么做才能让家简单却充满品味？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如何长期维持这样的状态？今天这支影片会完整告诉你答案，让你的家从此变得更清爽、更舒适，甚至展现出专属于你的独特品味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减法美学。很多人一听到减法，会以为就是丢掉东西，但事实上，减法美学并不是让家里空无一物，而是有意识的精简，只留下对你真正重要、具有价值的物品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次深层次的空间断舍离，减少多余的物品，释放出更多空间，让家变得更加开阔和舒适。同时，透过减少干扰，凸显那些真正能代表你生活风格、个人品味的物品，让家呈现出一种简单却不失高级感的氛围。在设计风格上，极简主义就是减法美学最经典的代表。极简风格讲求少即是多，以干净利落的线条、中性色调以及少量但高质感的家具为特点。它不只是装修风格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但如果你不喜欢极简风也没关系，重点不是要让家变得冷冰冰，而是让每一个物品都能成为主角，每个角落都能反映出你的品味与价值观。这才是减法美学的真正核心。很多人会有疑问，东西少了，家里会不会看起来很空，没有品味？其实，恰恰相反，当我们去除掉多余的杂物，空间反而会显得更加宽敞有层次，品味也会自然展现。这背后的原因有3个：一、强调空间感与层次感，减少不必要的物品，能让空间呼吸。当房间里的物品越少，视觉上的压力也就越小，空间会自然而然地显得更宽敞、更有秩序感。这种空间上的余裕，能让人感觉更放松、更自在。2、每一件物品都成为焦点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客厅摆满了各种杂七杂八的装饰，哪怕你有一件特别珍贵的艺术品，它也很难成为焦点。相反，当你把空间精简之后，留下的每一件物品都能被突出，真正展现出主人的品味。3、减少心理压力，提升生活质感。许多研究都指出，杂乱无章的空间会增加心理负担。当环境过于拥挤，人容易感到焦虑与烦躁，而减法美学能帮助你减少这种压力，让心情变得更放松，生活品质也随之提升。接下来，我会带你一起实际操作，看看怎么用减法美学来改造你的家。从客厅、卧室、厨房到浴室，每一个空间都有不同的减法策略。一、客厅，让空间呼吸，打造焦点区域。
客厅是家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，应该保持开阔、舒适，同时兼顾社交与放松功能。减法从以下3个步骤开始：去除不必要的摆设。你是否在客厅摆了太多小摆饰或纪念品？试着问自己，这些东西真的有需要同时存在吗？只保留那些对你有特殊意义的物品，其他的可以收进柜子，或干脆断舍离。精简墙面装饰。墙面过多的照片、画作会让空间显得拥挤，建议选择1到2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，作为墙面焦点，让空间更有层次感，同时减少视觉压力。选择简约风家具。客厅的家具最好以简约为主，选择线条利落、功能性强的款式。颜色可以选择中性色，像是白色、灰色或米色，这样可以让整体氛围更加统一，营造高级感。2. 卧室。打造纯净舒适的私人空间。卧室是放松与休息的空间，过多的杂物只会增加压力感。如何用减法让卧室变成真正的充电站？只保留必要的家具。卧室内只需摆放最基本的家具，床、床头柜和衣柜。如果空间不大，可以选择具有收纳功能的床架，减少其他收纳家具的需求。简化色彩搭配，以大地色系、米色或淡灰色作为主色调，这样不仅能营造出宁静氛围，还能减少视觉上的压迫感。减少电子产品的干扰。卧室里的电子设备越少越好，避免在床边放置手机、平板等电子产品，让自己在睡觉时真正远离外界干扰。3. 厨房与餐厅。实用与美感兼顾。厨房与餐厅是家中最容易堆积杂物的地方，尤其是各种小家电和调味料，但减法依然适用。减少重复功能的厨具。检查你的厨房里是否有功能相似的物品，例如2个果汁机、3把用途相近的刀具。如果有，就把多余的舍弃，保留最实用、最常用的那一件。统一收纳风格。使用统一颜色的收纳罐、盒子，能让厨房看起来更整洁，避免视觉上的混乱，同时确保每一样物品都有专属的存放位置。保持餐桌整洁。餐桌上不应摆放多余物品，像是文件、杂物，这些都应该远离用餐区，只放置基本的装饰，例如简单的花瓶或果篮，既实用又美观。4. 浴室。简化小空间的杂乱感。浴室本来就不大，如果不注意收纳，很容易变得拥挤。这里有几个减法技巧。丢掉过期或没用的产品。很多人会囤积各种过期的保养品和试用包，这些东西不但占空间，还会降低整体整洁度。每3个月清理一次，保持浴室清爽。统一瓶罐设计。把瓶罐换成风格统一的容器，让视觉看起来更加干净整齐。这不需要花大钱，却能让浴室立刻显得高级不少。使用壁挂式收纳。增加壁挂式层架，减少台面空间的占用，并确保常用的物品容易拿取。这样不仅提升使用方便性，还能让空间显得更整洁。很多人会问，减法看似简单，但如何长期维持这样的生活状态呢？以下几个小技巧可以帮助你持续保持家里的整洁和品味。1. 定期检视物品。每3个月重新检视一次家里的物品，把不需要的东西清理掉，避免杂物再次堆积。2. 购物前自问3个问题。这件东西真的需要吗？我已经拥有类似的东西了吗？这件物品能为我带来持续的价值吗？
如果这3个问题中有2个的答案是否定的，这东西多半不需要购买。3. 一进一出原则，新买一件东西，就清掉一样旧东西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东西越堆越多。在前面我们谈了许多空间整理的方法和实践技巧，但减法美学带来的好处并不仅限于视觉层面，它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态度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深入了解，当我们开始用减法打造自己的居家空间，内心也会产生哪些变化？1. 减少决策疲劳。现代人每天要做无数的选择，从早上起床决定穿什么衣服，到晚餐吃什么，这些决策都会消耗我们的精力。当家里东西太多，每次挑选衣服、选择餐具或整理物品时，脑袋也会被迫进行无谓的选择，这就是所谓的决策疲劳。透过减法，当你精简掉不需要的物品，日常生活中需要做的选择会大幅减少。物品少了，反而让每一次的决定都变得简单而轻松，节省下来的精力可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，例如工作、学习或是陪伴家人。2. 增强对生活的掌控感。杂乱的环境会让人产生一种失控感，仿佛生活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够掌握的范围。当你透过减法重新整理家里，每丢掉一样不需要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在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权。一个干净整洁的家会给人带来一种秩序感，这不仅能改善居住的舒适度，更能让你的心情变得稳定、积极，进而提升对生活的掌控感。这种心理上的改变，是许多人实践减法后最深刻的体验。3. 提升专注力与生产力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工作桌上堆满文件和杂物时，思绪很容易分散？事实上，过于杂乱的环境会让大脑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任务，影响思考效率。透过减法清理工作环境，可以减少视觉干扰，让你的专注力明显提升。这不仅适用于工作，对于阅读、学习或其他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活动，也有很大的帮助。4. 促进情绪健康与幸福感。最后一个减法带来的好处，或许是最被人忽略但却最重要的情绪健康。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干净、整洁且舒适的空间里，情绪会变得更加稳定，幸福感也会随之上升。尤其是对于长时间在家工作的人来说，居家空间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工作效率和心理状态。透过减法，让家成为一个真正能让你放松、疗愈的空间，每天都能以最佳的状态面对挑战。到这里，或许你已经开始对减法美学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，甚至已经开始打算动手整理你的家。但我要提醒你，减法不是一次性的整理行动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。1. 减法美学是一场长期的旅程，实践减法并不需要一蹴而就，特别是当家里的物品已经累积了多年，试图一次性全部清理，反而容易让人感到压力倍增。最好的方法是一步步慢慢来，从一个抽屉、一个角落开始，每天或每周花一点时间整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慢慢发现，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，而你的空间也会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更加宽敞、清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过程会让你更了解自己，学会真正珍惜那些对你有价值的事物。2. 减法让你更懂得选择。实践减法的过程，其实就是一场学习选择的过程。当你开始思考哪些东西是你真正需要的，
哪些东西只是因为习惯留在身边时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消费观念会随之改变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再会轻易购买那些一时冲动的物品，而是会更谨慎地思考，这件东西真的有必要拥有吗？它能为我的生活带来持续的价值吗？这种对物品的选择能力，最终会反映在你的财务状况与生活品质上。3. 减法是一种内在的自由。最终，减法带给我们的，不仅是空间上的清爽，更是一种内在的自由。当我们不再被物品所困，不再为了维持一个杂乱无章的空间而感到疲惫，我们的时间、精力和心灵才能真正专注于那些重要的事物，例如陪伴家人、追寻梦想，或是单纯地享受一杯咖啡的宁静时光。减法让我们在物质上减少，但在精神上获得更多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这个影片的主题，如何用减法让家变得简单又有品味。透过今天的分享，我相信你已经对减法美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不论是透过精简物品来释放空间，还是用更少的东西展现更高的品味，这一切都不只是为了让家看起来更整齐，而是让你从内到外都变得更轻盈、更自在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没关系，这里有3个简单的小步骤，让你立刻开始实践减法美学。1. 从一个抽屉开始，选择家里最杂乱的那个抽屉，开始清理掉不需要的东西，这是一个最简单但也最有效的起点。2. 每天丢掉一样东西，从今天起，每天挑选一样不需要的东西丢掉，持之以恒，几周后你就会惊讶于空间的变化。3. 设定一个无买日，每周选择一天，不购买任何非必需品，让自己学会更谨慎的消费，同时降低杂物累积的速度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减法不是让你失去什么，而是让你获得更多。当你开始用减法整理家居空间，你会发现，生活其实可以变得很简单，简单却不失品味。每一个你选择留下的物品，都是对你生活态度的体现。每一次你减少杂物的决定，都是对自己生活品质的投资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灵感，让你也能开始用减法，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简单幸福家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对减法美学的看法，或是分享你实践减法的经验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记得保持简单，活得幸福。